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楚风此话一出，赵根硕反而如同解脱了一般，一边高声呼喊，一边腾空而起，施展出身法武技，迅速地离开了这座大院。比之他的来势汹汹的时候，此刻的他却只留下了狼狈的身影。赵根硕的反应让人们大为吃惊，但是当赵根硕离开后，这方区域却又陷入了怪异的寂静，所有人都不再说话，他们不敢发出声音，而是默默地凝视着楚风。尤其是那2位与赵根硕一同来此的人，几乎与之前的赵根硕相差无几。他们站在原地，双腿却瑟瑟发抖，对楚风惧怕不已，却又不敢擅自离开，站在此处承受着莫大的压力。各位，热闹看得差不多了吧？突然，楚风将目光投向了那18位男女，目光之中有些不善。楚风师弟，我们并非见状。那18名男女都有些慌了，在见识到楚风的实力后，他们对楚风是又敬又怕，不想留下一点不好的印象，所以急忙开口，想要解释。滚，全都给我滚！非我南方海域弟子，再敢踏入此院，我定不轻饶！楚风剑眉倒竖，发出了一声怒喝。对于楚风这样的反应，那18人有些意外，但却又似意料之中。最终他们没有说什么，而是纷纷腾空而起，快速地离开了此处。见状，那些围观的长老和听风前来看热闹的弟子们也是赶忙离开了此处，生怕惹得楚风不开心，如同那赵根硕一样被暴打一顿。毕竟楚风连韩家都能逼走，他们这样的人物，就算楚风杀了，那又如何？一时之间，这座大院之内便只剩下了南方海域的众人，以及服侍楚风和李磊的侍女们。虽然这些侍女没有离去，但是此刻脸上却挂着战战兢兢的神情，可以看出他们都被先前楚风的举动吓坏了，很是惧怕楚风。怎么，你们还没跪够吗？看着那仍跪在地上的众人，楚风恨铁不成钢地问道。而听得楚风的话后，众人恍然大悟，赶忙站起身来，但是他们却不敢移动半步，而是规规矩矩地站在原地，就如同一群犯了错误的犯人，等候楚风的审问一般。楚风，在你没回来的时候，那18位师兄师姐还帮我们说话来着，你这样对他们会不会不太好？不管怎么说，都是同门啊，尤其是你们如此优秀，日后都要进入青木山，若是现在交好，到了那里也有个照应，不是？李磊走到了楚风身边，他与楚风关系不错，所以说话也并不拘束。他们帮你们说话，可有出手制止那赵根硕羞辱你们？楚风问道。这个倒没有。李磊摇了摇头。那么在此之前，他们可有来此处看过你们？楚风再度问道。这怎么可能？他们是高高在上的核心弟子，整个青木南陵最优秀的存在，无缘无故怎么可能来看我们？李磊苦笑着摇了摇头。那他们今日为何来到此处？楚风继续问道。这自然是为你而来，你如今在青木南陵已经成了名气，乃是掌教大人眼中的大红人，不管他们如何优秀，但终归是不如你，就算我是他们，也会想着和你拉好关系。李磊回道。你只说对了一半。楚风摇了摇头，随后说道。不管他们先前如何，但若是诚心来交我这个朋友，我自然欢迎。但是依我看，他们并非是诚心来交我这个朋友，而是如同那赵根硕一样，想来试试我的底。我若真材实料，他们自然会对我不错，但我若徒有虚名，莫说他们会继续与我交好，就算像赵根硕那样羞辱于我，也并非没有可能。你说说，对于这种人，我是交还是不交？楚风看着李磊问道。是我愚钝，是我愚钝啊！听得楚风的话后，李磊也是恍然大悟，拍着脑袋，把脑门拍得啪啪直响。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蠢，竟然劝楚风和那些人交好。要知道，那些人就是典型的势利小人，你若辉煌，他们与你近；你若落寞，他们离你远。这种朋友，自然是要少交为妙。看着那恍然大悟的李磊，楚风淡淡一笑，也不再多说什么，而是将目光投向沈浪、沈红等人，说道：你们今日所作所为，当真是不太地道。不过念在同是南方海域之人，我便不与你们计较。我已经和掌教大人说过了，从明日起，你们将享受与核心弟子同样的修炼待遇，并且会有当家长老来此。你们若是愿意，他们将收你们为闭门弟子。至于住所，今日时辰已晚，我便没有劳烦掌教大人。不过明日掌教大人会派人为你们修建新的住所。听得楚风之话，所有人都是愣在了原地，脸上涌现出了宛如做梦一般的情绪。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做了那种事后，楚风不但没有责罚他们，反而为他们争取到了这样好的机会，与核心弟子一样的修炼待遇，让当家长老收他们为闭门弟子。这简直是青木南陵所有弟子梦寐以求，但又是大部分弟子无法触及的事。楚风，我们这一刻，所有人都是激动坏了，但是看着楚风，他们又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情。毕竟他们对不起过楚风，可楚风又对他们这么好，他们真是愧疚的很。废话就不必多说了，我们南方海域的人能够通过天路来到此处都不容易，所以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够团结一致，至少不应该自己人欺负自己人。楚风说道。楚风，你放心，从今日起，我沈浪若是再敢欺负谁，我的这条命就任你处置。见状，沈浪拍着胸脯保证道，希望你能说到做到。看着那一副改过自新的沈浪，楚风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在楚风的引领下，这座南方海域众人居住的大院，那种不安和惊慌的气氛开始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融洽与喜悦。所有人都被楚风的所作所为感染了，他们此刻对楚风不仅心怀感激，更是心怀敬畏。然而就在这座大院内的人狂欢之际，有2道身影却站在远处的一棵大树之上，注视着楚风他们。这2人乃是南陵掌教司空斋星和信任刑罚长老公孙阔。以德报怨，不仅窝里强，对外更是横。这楚风真是好手段啊！在青木南陵，他能守护南方海域的众人，
我相信，当我青木南陵面对外敌之时，这楚风也定然会守护我青木南陵之人。掌教大人，您真是好眼光，此子果然与众不同，至少我从未见过这个年纪便如此优秀的年轻人。不仅仅是惊人的实力，还有这不凡的观察力和心性。公孙阔满脸惊叹地夸赞道。而对于公孙阔的一番话，司空摘星却并未回答，而是颇为得意地笑了笑后，侧头问道：“你说云雷阁发来信函，要与我们一同前往远古仙池？算一算时日，距离远古仙池开启已是临近，云雷阁应该会在近日抵达我青木南陵。”公孙阔回道：“云雷阁虽然表面与我青木南陵交好，但此次同行却是目的不纯。”司空摘星摇了摇头：“掌教大人，这是何意？”公孙阔问道：“云雷阁距离远古仙池比我们要近，他带着一群弟子，不直接过去，反而兜了一圈来我们这里，显然是别有用意。”司空摘星道：“别有用意？”公孙阔依然不解：“我听闻，大概20年前，云雷阁有大批长老以云游之命，踏入其他势力掌管的地域，暗中挑选了一大群修武天赋非常优秀的孩子，带回云雷阁进行秘密培养。后来经我调查，确有其事。不过，毕竟我与云雷阁无冤无仇，所以就当作不知此事，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转眼之间，20年已经过去，那些孩子皆已经长大成人，相信定能从中培养出一些不错的苗子。而云雷阁前段时日与般若教发生冲突时，曾经扬言说他云雷阁今年送往青木山的弟子，绝对会让人大吃一惊。般若教自此之后将无法与他云雷阁抗衡，还说要在青木山的考核大会上让般若教的弟子难堪。所以，在我来看，应该是当年的那批孩子被培养出来，云雷阁准备将他们送往青木山，想要一鸣惊人了，否则不会突然这么有底气放这样的大话。不过在送往青木山之前，他们却想来我青木南陵试试手。司空摘星说道：“试手？他们想是什么手？”公孙阔隐隐之间感到了不安。好说歹说，我青木南陵也是青木山正统的附属实力，就算如今不如其他3陵，但是并非般若教等附属势力可比。从名声上来说，在2等势力之中，青木南陵可是不弱。若是他云雷阁的弟子能够胜过我青木南陵的弟子，那么他们的底气也要更足一些。司空摘星道：“怪不得今年开始，云雷阁开始向我青木南陵交好，原来他的目的并不纯粹，竟然是想借机羞辱我青木南陵，真是可恶。”公孙阔满脸的怒容：“不必动气，这也只是猜测罢了。也许云雷阁真的有心想与我青木南陵交好，但若是他们借着加好的名义来我青木南陵，给我青木南陵难堪，那我只能说他们选错了时间。若是几日前，他们或许真的能够羞辱我青木南陵一番，但是如今恐怕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了。”司空摘星的眼中涌现出一抹自信满满。对，有楚风坐镇，他区云雷阁的弟子，若是敢开口要求切磋，那就是自取其辱。公孙阔道：“可不只是他云雷阁。”司空摘星注视着那远处的楚风，嘴角掀起一抹淡淡的微笑。时间流逝，眨眼之间已过6日。这6日的时间，楚风等人所住的大院又扩大了不少倍，并且与之6日之前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里已经没有以前那些简单的房屋，取而代之的皆是恢宏的宫殿，甚至这里的各种建筑，准确来说，这里已经不能称之为一座大院，更像一座小型的城池，堪比青木南陵的核心地带，已然成为青木南陵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之一。不过，不管此处的建筑有多金碧辉煌、恢宏气派，但还要数东南方向那座高耸的宫殿最为引人瞩目，因为这里是楚风的住所，楚风师弟可在。这一日，楚风正在与李磊闲聊，可是突然之间，门外响起了一道女子的呼唤，她的声音很是响亮，并且有些急切，似是有急事一般。楚风与李磊一同走出宫殿，这才发现，在院外的天际上站立2名美丽的年轻女子。这2名女子长得真得不赖，并且气质不凡，属于走到哪里都能吸引不少目光的美人。而这2名女子，楚风认识，正是当日18位弟子之中的2位。而先前呼喊楚风名字的女子，在6日前还曾试图阻止过赵根硕，羞辱南方海域的众人。不过他未曾出手，他当日若是出手，也许楚风会愿意交他这个朋友。你们来这里做什么？尽管来的是2名靓丽的女子，但是楚风的脸色依然不是很好看。楚风师弟，我们有急事找你，此事事关我青木南陵荣辱，不知可否让我们进去与你详说。那女子以恳求的语气说道：“进来吧。”听的是关青木南陵。楚风点了点头，随后便转身向自己的宫殿行去。不过他并没有关上殿门，而是给2名女子留了路。见状，那2名女子也是松了一口气，先是飞掠而下，然后步行走入大院，这才进入楚风的宫殿之内。什么事？说吧。楚风直入主题，语气很是冷漠。楚风师弟，你应该听说远古仙池将要开启，掌教大人准备带着我们去远古仙池修炼吧？那女子问道。掌教大人倒是与我说过，但是你说此事事关我青木南陵荣辱，这和远古仙池有什么关系？楚风问道。远古仙池的确快要开启了，但还要等上一段时间。今日云雷阁来到了我青木南陵，说要与我青木南陵一同前往远古仙池。云雷阁掌教说有要事要与掌教大人和刑罚长老相商，所以招待云雷阁弟子的任务就交给了我们。本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酒宴招待云雷阁的弟子们，可是在酒宴之上，云雷阁的弟子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询问韩家之人去了哪里。得知韩家已经被驱逐出韩家后，云雷阁一名叫做石远航的弟子竟然说掌教大人糊涂，将韩家驱逐出青木南陵，我青木南陵注定落寞。这样下去，恐怕将要沦落为3等势力，以后连他云雷阁都是远远不如。听得此话，赵根硕、孔连峰他们自然不会忍受，当场翻脸，与那石远航动起手来。
可谁曾想，云雷阁的弟子非常之强，明明都是九品武军，可是赵根硕、孔连峰他们竟然毫无还手之力，只是一招便被石远航打倒了。如今好好的酒宴已经乱作一团，这种事我们也不好去找掌教大人。若是被掌教大人看到我们被云雷阁的弟子打得毫无还手之力，那也未免太丢人了。虽然同是青木山的附属势力，但毕竟我青木南陵是正统，从地位来算，他云雷阁根本无法与我青木南陵相比。所以楚风师弟，还请你看在此事关系到我青木南陵荣辱的份上，能够不计前嫌，替我们出这个头，教训一下云雷阁的那些弟子。那女子以一种祈求的态度说道。另外一名女子也是用那祈求的目光看着楚风。而得知事情的经过之后，楚风的心中也早已涌起层层怒火，所以他并没有废话，而是猛然站起身来说道：带路。在青木南陵的核心地带有着一座异常宏伟的宫殿，这座宫殿内不仅装饰豪华，此刻更是摆满了丰盛的酒宴。本来此处乃是用来招待云雷阁核心弟子的地方，但是此刻这本该是喜气十足的大殿内，却是乱作一团。青木南陵的弟子与云雷阁的弟子已是剑拔弩张，随时就要大打出手，充满了火药味。事实上，看着那破碎的桌椅被打翻的满地佳肴，以及地表之上深邃的裂痕，就可以看出此处已经发生过争斗，并且败的一方是青木南陵。要问为何，那就要看两名男子了。在青木南陵这方，有两名男子脸色惨白，气息低微，显然是受了不轻的伤。其中一位乃是赵根硕，另外一位叫做孔连峰，他与赵根硕一样，同是九品武军的高手，算是如今青木南陵最顶尖的弟子。不过可惜，他们二人却都败在了一个人的手上，而那个人是云雷阁的弟子，叫做石远航。石远航，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等好好招待你等，你不但不感激，反而侮辱我家掌教，甚至当众打伤我青木南陵的弟子，你真以为我们不敢动你不成？青木南陵的弟子指着那石远航怒斥道。对于众人愤怒的斥责，那时远航却是不以为然的微微一笑，随后才说道：侮辱？你们可千万不要诬陷我，我可从来没有侮辱过你们的掌教，我说的不过是事实罢了。谁不知道你青木南陵每年的最强弟子都是来自韩家？难道你们敢说你们之中有人打败过韩家人，是青木南陵最强的弟子吗？你们有谁敢说这句话？对于那石远航的质问，众人虽然气愤，但却又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石远航说得很对，他们的确不如韩家之人，不只是他们这批弟子，就算在他们之前，每年青木南陵输送到青木山的优秀弟子之中，表现最好，成为核心弟子几率最大的，也都是韩家之人。韩家对青木南陵的确很重要，韩家对你青木南陵来说有多重要，你们难道不清楚吗？我说青木南陵将韩家驱赶出去，是你青木南陵的损失，难道有错？至于你说我打伤你们的人，这就更可笑了。我只是实话实说，说出自己的感受。那两只疯狗就对发疯了一样，对我破口大骂，甚至还对我出手。若不是我反应快，说不定此刻已经死在了他们的手中。我只是正当的反击而已，他们此刻没死，已是我手下留情，否则就他们那点实力，我随随便便就能杀他们100遍。我如此心慈人善，不与你们计较，你们竟然还反过来诬陷我，你们好意思吗？石远航冷言冷语的说道，不但没有一丝犯错的觉悟，反而觉得自己是对的。石远航，你少强词夺理！青木南陵有人反驳道，强词夺理？你们若是觉得我强词夺理，那就去把我们的掌教大人还有你们的掌教大人叫来，让前辈们理论理论，如何？石远航冷笑着说道，对啊，你们想讲理，你们说的不算，去把前辈们叫来，让他们来评理。与此同时，云雷阁的其他弟子也是开口说道。听得此话，青木南陵的众人更是愤怒，因为云雷阁这明显就是抓住了他们不敢去请掌教他们的心理，毕竟把2位掌教请来了，丢的不仅是他们的人，还是掌教的人，所以他们自然不会这么做。不管怎么说，说话无理的是你们，打伤人的也是你们，咱们毕竟是联盟势力，我们也不与你们计较。只要石远航，你对我这2位师弟认错，此事我们就当没有发生过。青木南陵一位年近30、面相沉稳的男子站了出来，这位师兄，你说的对，咱们2家自然是联盟，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尊严是要靠实力争取的。你们要我认错，可以，只要能够有人打败我，别说认错，叫我跪地认错都没问题，就怕你们没人有这个实力。石远航冷然一笑，说完话还故意将目光扫向青木南陵的这些优秀弟子，看着众人那越发难看的脸色，他嘴角的笑意更加浓郁。好一句尊严是靠实力争取的。而就在这时，一道暴喝突然响起，与此同时，3道身影也是自大门飞掠而来，落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楚风。当看到3人之中的男子之后，青木南陵的众人皆是面色大喜，就连之前与楚风有所过节的赵根硕，也是如同看到了救星一般，眼中尽是激动的情绪。我说怎么走了2位美女？原来是去请救兵了。见到楚风，那石远航嘴角的得意笑容化为了轻蔑的弧度，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更是充满了不屑。先前你说只要打败你，叫你跪地认错都可以，对吗？楚风走到石远航近前，平静地问道。没错，这话是我说的，不过不是我看不起你，就你这9品武军的修为，想打败我还是算了吧。别说我可以还手，就算我不还手，站在这里让你白打10拳，你都难以伤我分毫。石远航很是自信的道，能不能打败你，这是我的事，但是敢不敢，是你的事。楚风回以轻笑，我不敢，我会怕你不成。来，有种你就试试，不过丑话说在前面，若是你打不过我，反而被我打败，你可就要对我跪地求饶，说你青木南陵不如我云雷阁。石远航大声说道，你找死！听得此话，青木南陵的弟子们真的怒了，因为不管石远航他们有多强，
但云雷阁与青木南陵根本就无法相提并论。石远航他们侮辱他们可以，但真的侮辱青木南陵，他们可无法忍。住手！只不过还不待他们动手，楚风便高喝一声，使得青木南陵的众人全都安静了下来。对于楚风的举动，石远航等云雷阁的众位弟子也是眼前一亮，能够凭借一句话便将所有人都压住，这种手段已经说明了楚风不简单，至少在青木南陵是很有话语权的。不过他们对石远航有着极度的自信，所以也并不担心什么，只是坐等着楚风出丑。我答应你的请求，不过我也有一个要求，我若是能够胜你，不止你要下跪，你们这些人都要下跪，并且不只是认错，我要你们给我们磕头认错。楚风看着石远航道，有点意思，太有意思了。然而听得楚风的话后，那石远航突然大笑起来。不只是他，此时此刻云雷阁在场的35位弟子皆是哈哈大笑，笑声充斥整座大殿，笑声之中充满了猖狂本色，充满了讽刺之意，就如同他们听到了最好笑的笑话一般。虽然不知道你哪里来的自信，但是我答应你的请求，因为我很想看着你跪在我的面前，说青木南陵不如我云雷阁的时候是何表情。石远航眯着双眼，那表情很是让人不爽。而对他的话语，楚风只是淡淡一笑，很是平静地问道：可以开始了吗？可以，现在就开始。石远航说话之间，对着云雷阁的众人挥了挥手。见状，云雷阁的众人领悟了他其中的意思，都是向后退去，离得石远航远远的，并且那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充满了同情。他们知道石远航是准备好好的教训楚风一番，这个叫做楚风的南陵弟子是要倒大霉了。来吧，让我看看你如此自信到底是虚张声势，还是有那么一丁点的实力。见众人退开，石远航满是自信地冲着楚风勾了勾手，眼中尽是不屑与看不起。然而他话音刚落，楚风便身形一纵，他这一动，整座大殿都是为之一颤。与此同时，楚风也是如同鬼魅一般消失不见。而当他再度出现之时，已是站在石远航的身前，并且楚风的拳头正夹带着呼呼的风声和狂暴的力量，向石远航的腹部轰击而去。对于这一幕，石远航也是大吃一惊，先前还自信无比的脸上瞬息挂满了惊恐之容，不敢再有所大意，赶忙调转全身的力量，想要避开楚风这击。只不过楚风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全身掠过，拳头已至，一拳落下，结结实实的轰在了石远航的身体之上。于是只听砰的一声闷响，石远航便如同倒射的流星一般爆射而出，最终狠狠地撞在了大殿的墙壁之上。一切来得太快，所有人都没有准备。当人们反应过来之际，胜负已分，石远航已经离开了先前的地方，整个身子镶入了那满是裂痕的墙壁之中，仿佛整个身体都散架了一般，腹部以及嘴角都在喷涌着大片的鲜血，就像是一个死人。而在观楚风则是站在石远航先前站立的位置，他衣不沾血，面色平静，但那种平静在此刻来看却让人感到可怕。这一刻，整座大殿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目若呆鸡，他们似是被惊呆了，但却更像是被吓坏了。大殿内的众人，除去还是楚风一脸平静外，几乎所有人都傻眼了，看着那浑身是血、狼狈不已的石远航，众人内心的情绪宛如在翻江倒海，脑中的思绪40万雷齐鸣，皆是难以平静。莫说是那些先前看不起楚风的云雷阁弟子，就连多少了解楚风底细的青木南陵弟子，此刻也被惊呆了。他们听闻过楚风有多强，也真切感受过楚风的强大，但是当今日再度见到楚风这强大的实力后，他们还是不得不为之吃惊。因为这石远航不比赵根硕，虽同为9品5军，但赵根硕与孔连峰联手，却也抵不过石远航一招，所以他们知道石远航是一位战力超群、真正的天才级存在。但就是这样厉害的石远航，却抵不住楚风一拳，这就衬托出了楚风的厉害，更让他们深刻的了解到自己与楚风的差距有多巨大。你这混账！然而就在众人都被楚风的实力所惊呆之时，那石远航竟然发出一声怒喝。与此同时，他的体内也是席卷出道道肉眼可见的飓风，那是气息，他的强大气息。而感受到这一气息之后，青木南陵的大部分人都是脸色一变，因为那气息之中掺杂着王级武力。此时此刻，这石远航的气息已不是9品5军，而是1品5王。伴随着大片碎石的滑落，石远航的身体自墙壁之中缓缓浮出，他似乎忘却了身体上的痛苦，脸上满是愤怒之容，眼中满是浓郁的杀意。装不下去了，明明就是1品5王，却还装作9品5军，你这是想显得你的战力高，还是想证明你是傻逼？看着石远航，楚风讽刺地说道：什么？他竟然是1品5王？难怪他的实力那么强，原来先前是故意装作9品5军，好羞辱我们，真是太可恶了。而听得楚风的一番话后，青木南陵的众人才恍然大悟，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兔崽子，竟敢骂我！我今天就把你打成傻逼！本就怒火中烧的石远航，见楚风还敢当众侮辱他，他更是气得暴怒无比。他也不施展武技，而是身形一纵，突然消失不见。再度出现之时，已是楚风的身前，并且那硕大的拳头之中涌动着王级武力。狂风咆哮之间，毫不留情地对着楚风的面门打了过来。他是想用楚风先前的手段，给楚风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过他却想让楚风更难看，所以瞄准的是楚风的面门。可是谁曾想，就在石远航的拳头将要击中楚风面门之际，楚风的手掌却如铁钳一般，牢牢地抓住了石远航的手腕。在此之后，只见楚风手臂一扭，就听咔嚓一声，那石远航的胳膊便被楚风给硬生生的咬断，甚至露出了血淋淋的手骨。突如其来的断臂之痛，不仅让石远航猝不及防，更是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拗断他一只手臂之后，楚风抬腿一脚将石远航踹翻在地，随后手掌探出，宛如利刃一般，扑哧一声扎入了石远航的丹田处。不要！感受到丹田将被刺破，石远航彻底慌了，下意识的便呼喊一声，并且语气之中满是祈求之意。不过楚风可不会手下留情，不仅没有减缓速度，反而为之加快。只见一道鲜血四溅之间，一道惨叫咆哮之际，那石远航的丹田已被楚风彻底刺穿。石师兄，石师弟！眼见着石远航的丹田被破，那修炼多年的力量正自丹田急速溢出，而石远航的气息也开始急速下降。云雷阁的弟子都慌了，一个个爆发出自己的强大气息，施展出不凡的武技，便向楚风围攻而来。怎么可能？这云雷阁的弟子竟然这么强！而感受着云雷阁剩余34位弟子所散发出的气息，青木南陵的弟子倍感吃惊，因为云雷阁此刻的34位弟子，竟有3名是1品武王，31名是9品武军，算上修为被废的石远航，也就是说有4名1品武王了。这样的阵容，不知道比青木南陵强多少倍。哪怕韩家的人没有离开，也远不能与云雷阁的这些弟子相比。以云雷阁这批弟子的实力，恐怕2等附属势力之中，也少势力能够压制云雷阁。唯有如同其他3灵一样，那种被列入1等附属势力的存在，才能够压制云雷阁了。可是哪怕如此，楚风却也是丝毫不惧，而是脸色转冷，猛然暴喝一声：“谁想被废修为，就再靠近一步试试！”楚风此话一出，整座大殿都是为之一颤，而那些先前还气势汹汹准备围攻楚风的云雷阁众弟子，都在这一瞬间如同石化了一般，竟全部静止不前，甚至一些人还保持着尴尬的进攻动作，可眼中却尽是恐惧的神情。他们怕了，因为先前楚风那道声音之中，不仅满含强大的威压，更是蕴藏着冰冷的杀意，那种杀意太过可怕，可怕到难以形容。总之，那杀意让他们为之胆怯，为之忌惮，不敢与楚风为敌。尤其再看看倒在地上丹田被破，修为正在急速流逝的石远航，再想到先前楚风对付石远航的雷霆手段，他们更是不得不怕。他们已经意识到，哪怕他们联手，恐怕也不是楚风的对手。而再想到楚风那毫不留情，甚至不顾后果的残暴手段，他们若敢违抗楚风，恐怕真会落得与石远航一样的后果。此时此刻，他们当真是后悔至极，后悔不该羞辱青木南陵的弟子。要是早知道青木南陵内藏着这样一个妖孽，就算借他们几百个胆子，他们也不敢这么干。当真是悔得连肠子都青了，但却也没有任何办法。这位师弟，怎么说，我们也是联盟势力，就算先前石师弟有所得罪，他有不对之处，但你也不应该废掉他的修为吧？你可知道他付出了多少代价才能修至今天的境界吗？你可知道我云雷阁消耗了多少资源才能培养出他这样的天才吗？你这样做不仅仅是扼杀了我云雷阁一位优秀的弟子，更是扼杀了你的青木南陵一位优秀的盟友。眼见着动武不行，云雷阁的弟子开始转为舌战，并且是由一名面容较好、气质不凡的女子站出来指责楚风，不想被废修为就全都给我跪下。然而谁曾想楚风对那女子根本不予理会，而是将冰冷的目光扫向众人，再度发出了一声厉喝。这道声音比先前的还要响亮，比之先前还要吓人。而在这声厉喝之下，那本想与楚风理论的云雷阁众人彻底被吓傻了，不但不敢再说话，竟然齐刷刷的跪倒在地，因为他们觉得若是再敢违抗楚风，恐怕不仅仅是被废掉修为这么简单，恐怕会招致杀身之祸。看着先前还一脸得意的云雷阁弟子，此刻竟然满面惊恐的跪倒在地，青木南陵的弟子感觉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再度看向楚风，他们的脸上不免又增添了几分敬畏之意，因为改变这一局面的乃是楚风一人。这一刻，他们似乎明白为何司空掌教会如此器重楚风，甚至将楚风视为青木南陵的希望了。因为楚风的确具备这个潜力，甚至可以说他拥有这个能力。可谁曾想，哪怕对方已经放下尊严，当众跪地，但楚风仍是不依不饶，而是指着云雷阁的众人冷声喝道：“磕头认错！”听得楚风之话，云雷阁的众人不由身体一颤，脸上涌现出为难之色。虽然他们已经跪了下来，但是还是有所底线的。真要他们磕头认错，这还真的让他们难以做到。我再说一遍，给我青木南陵磕头认错！见众人犹豫，楚风再度冷喝一声，而当他的话音落下之时，那刺骨的寒意几乎弥漫了整座大殿。这一刻，楚风就像是一位主宰天下的君王，并且是一位不可违抗的暴君。违抗他的下场不一定是死，但却一定是非常的凄凉。在这样压抑的氛围之下，云雷阁的这些弟子简直就快要崩溃了，所以也顾不得什么尊严不尊严，底线不底线了，齐声说道：“众位南陵的师兄师弟，是我们不好，是我们不对，还望看在我们是联盟的份上，给我们一个机会。”话罢，他们便猛然将脑袋向地面砸去，真的要一边磕头一边向楚风他们认错。楚风，够了！不过就在这时，一道老者的声音突然如同雷鸣一般在殿外炸响。准确的来说，这个声音可远非雷鸣可比，不仅响亮刺耳，更是震慑人心。只在一瞬间，便让大殿内所有人的人都更加清醒了几分。而就在这声音落下不久，数道老者的身影便如从天而降的流星一般，自天空飞掠而下，最终有稳稳地落在了这座大殿之内。这些老者，楚风他们认识一部分，那一部分是青木南陵的当家长老，为首的正是掌教司空摘星。而另一部分老者，他们的服饰与青木南陵长老完全不同，并且也全部都是生面孔，显然就是云雷阁的当家长老。至于与司空摘星同牌、头戴羽冠、气宇不凡的老者，很显然就是云雷阁的掌教。此刻
看着云雷阁众位弟子皆是跪在地上，云雷阁的掌教以及众位当家长老脸都绿了，嘴角一阵不规律的抽搐着，那种神态可真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就如同吃了苍蝇粑粑和臭狗屎一样。不过尽管脸色再难看，但当看到石远航此刻的状态后，他们也是无法再坐以待毙。尽管云雷阁的掌教并未动，可2名修为不错的当家长老已是飞掠而起，落在了石远航的身前。他们落下之后也不废话，释放出自己的结界之力，便开始布置封印手段。先是封住了石远航的丹田，使得石远航的修为不再继续流逝，随后才取出丹药喂给石远航，减缓他如今的伤势。只不过他们来的还是迟了一些。此刻石远航的修为虽然保住了，但已经滑落不小，不再是1品武王，而是一位8品武君。虽然只是差了2个境界，但是想再修炼回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掌教大人，他废了10师弟的修为，还逼迫我们向他下跪，甚至还要我们向他磕头。掌教大人，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见到自家掌教出现，云雷阁的众位弟子如同见到了救命稻草，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不忘跑到掌教面前，齐刷刷的跪倒在地，告楚风等人一状，闭嘴！可是谁曾想，那云雷阁的掌教不但怒喝一声，反而抡开手臂，只听啪啪的一阵脆响，竟赏了每位弟子一个响亮的耳光，将这些视若珍宝的弟子全部扇翻在地。做完这些后，云雷阁掌教又满面歉意地对司空摘星抱了抱拳道：“司空掌教是在下管教门下弟子无方，还望莫怪。年轻人嘛，争强好胜乃是好事，切磋一番也没什么。”司空摘星抚摸着胡须，哈哈一笑，一脸的无所谓。但是紧随其后，他却又眯起双眼，看似随意，却又另含深意地说道：“不过有些时候，若是太过自信，却也不好。就如今日之事，不但未能羞辱他人，反而被人吓得跪倒在地，这可就太丢人了。并且这不仅是丢了自己的脸，还是丢了所在宗门的人。百里掌教，咱们2家关系甚好，此事倒还好说，我不张扬，也就没人知道，也不会影响了你云雷阁的名声。不过你可真的要注意，若是今日之事发生在其他势力身上，比如般若教，那么可就没那么容易收场了。”听得司空摘星的这番话后，云雷阁掌教的脸那是由绿转紫，由柚子转青，因为这讽刺的意味也太过明显了一些。可是他却不敢有任何不悦的表现，而是满面谦卑地说道：“司空掌教说的对，我日后一定严加管教，不再让他们丢人献丑罢了。说到底这是一件小事，就都别放在心上了。正所谓来者是客，又何况你百里掌教是第一次带着这么多位长老和后辈来到我青木南陵，不开心的事就不提了。男人啊，将酒宴重新布置一下，我要好好招待一下云雷阁的各位。”司空掌教突然大声笑道。在此之后，便真的重新布置了一下酒宴，并且在场的所有人都参加到了这场酒宴之中。虽然这是一场欢庆酒宴，是为云雷阁的人所设，但是云雷阁的弟子却一直是黑着脸，连饭菜都吃不下，只是坐在酒宴前苦笑，要多尴尬有多尴尬。不过相比于他们，青木南陵的众位弟子可就兴奋无比，并且那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因为这一战他们胜了，不仅守住了青木南陵的荣耀，更是给予前来挑衅的云雷阁一记响亮的耳光。但是他们不会忘记，守住尊严的不是他们，给予云雷阁耳光的也不是他们，是楚风，是楚风一人所为。虽然云雷阁的当家长老们也是一肚子委屈，但毕竟是老一辈的人物，面子上还要过得去，所以他们过得比弟子还要累。明明丢尽了人，却还要强颜欢笑，与青木南陵的诸位长老举杯畅饮。不过无论是云雷阁的弟子，还是当家长老，甚至是那位掌教，都会时不时的偷看楚风一眼，眼中充满了复杂之色。酒宴过后，天色已黑，因为约好一起前往远古仙池所在，所以云雷阁的人并没有走，他们被安排到了独立的住所。此刻所有优秀弟子、当家长老，甚至是掌教，都在一处客厅之内，他们面色沉重，脸上仍残留着被羞辱的难堪之色。掌教大人，那个叫做楚风的小子竟然想要废掉远航的修为，若不是我们及时赶到，恐怕远航真的就被废了。此子心狠手辣，你怎么能够轻易的放过他？云雷阁的众位当家长老很是不解地问道，因为他们了解自家的掌教，知道他们的掌教不是一个喜欢吃亏的主，相反很是霸道。换做平常，若是发生这种事，他们的掌教早就发狂了，怎么可能善罢甘休？不过今日却是选择隐忍下来，这种反应当真是不太正常。那楚风是个厉害的角色，他那9品武君的修为可是真实的，9品武君就能够轻易的压制1品武王，这等战力足以列入天才之列。并且我听闻此子的战力可不止如此，莫说1品武王，就连3品武王他都击败过。虽然不知此事是真是假，但是韩家的确是与此子产生恩怨，所以才被司空摘星驱逐出了青木南陵。青木南陵建立近万年，可从来没出现过这样优秀的弟子，所以他们自然会将楚风视如珍宝。连对青木南陵如此重要的韩家都能说驱逐就驱逐，我们若是敢对那楚风如何？司空摘星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云雷阁掌教很是无奈的道：“不善罢甘休就不善罢甘休，难道我云雷阁会怕他们吗？”掌教大人，这不像是您的行事风格。是啊，掌教大人，那楚风确实厉害，可越是这样，越是不能留。依我看，此子可不像是省油的灯。今日之事已经结下恩怨，若是此子日后成了大器，谁能保证他不会来对付我云雷阁？掌教大人，几位长老说的对，他青木南陵将那楚风视为珍宝，可是我云雷阁的弟子又何况不是珍宝？他们35人，这可是掌教大人您花了无数心血，耗费多年栽培出来的弟子啊，今日差点就被废了一个，您真的能忍吗？众位当家长老很是不甘心的说道。这种时候，虽然石远航等弟子
无法开口插话，但却也对他们的掌教大人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这位向来霸道的掌教大人能为他们讨回一个公道。人，难道你们以为我想忍吗？可是谁能对付了一位半帝？你们谁能？突然，云雷阁掌教愤怒地咆哮道：“什么半帝？莫非司空摘星突破到了半帝境？”而听得此话，在场之人皆是脸色大变，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半帝境有多强大，至少他们的掌教冲击多次都以失败告终，那是一个接近武帝，甚至已经初步掌握地级武力的境界。说句不好听的，哪怕他云雷阁家大业大，拥有数千万长老与弟子，可若是得罪了一名半帝，顷刻之间就能灭他云雷阁满门。所以当得知青木南陵竟然有半帝强者坐镇之后，他们才会如此惊讶，甚至很是惧怕。没错，司空摘星已经突破到了半帝境，否则你们以为我会一再的忍让于他吗？云雷阁掌教说道。掌教大人，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在确定此事后，云雷阁众位当家长老先前那副想要讨个公道的劲也全都没了，一个个都将目光锁定在了他们这位掌教的身上。还能怎么办？如今青木南陵不仅有了一位半帝，还突然出现一位如同楚风这样的天才，依我看，青木南陵是要崛起了。这样的势力，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能与之为敌。依我看，恐怕我们真的要与他们交好才行。云雷阁掌教以一种无可奈何却又没有办法的语气说道：“今日之事，因为司空摘星下令不得外传，所以也没有人宣扬此事。除了当日在场之人，自然也没人知道此事。而当世之人也不再提起此事，所以就如同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这件事渐渐的被人们忘却。不过那日之后，赵根硕等弟子开始拼了命的与楚风套关系。本来楚风对他们很是反感，但是想到那一日，他们至少还一致对外后，楚风也不再与他们计较。渐渐的，楚风与他们往来也不再那么僵持。不过最令人意外的是，就连云雷阁的弟子们也开始与楚风套近乎，并且对于楚风的态度更是恭敬有加，根本不像是在对待同辈众人，更像是对待一位前辈。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先不说楚风已经教训过他们，最主要的是青木南陵的掌教也特意楚风谈过话。青木南陵虽是青木山的正统附属势力，可是因为一直表现不佳，可谓远远不如其他三陵。如今不仅是被孤立的状态，真心与青木南陵交好的势力很少，更是无形之间结下了不少仇家。尽管如今的司空摘星已经踏入半帝，这对青木南陵来说是一种保障，而又有楚风这个希望，青木南陵的未来可谓一片光明。但是毕竟比之其他三陵还很薄弱，所以如今的青木南陵需要真正的盟友。自那日之后，云雷阁阁主对司空摘星表示了想要继续交好的决心，所以司空摘星也希望楚风能够既往不咎，放下之前的恩怨，尽量与云雷阁的人和平相处。所以看在司空摘星的份上，楚风也没有再与云雷阁的人计较，不过关系也只是保持在表面称呼一声师兄师弟那种程度，绝不深交。而在这种情况下，又度过了几日时间，青木南陵与云雷阁终于动身，向那远古仙池行去。此行路途遥远，加上人数也是不少，所以他们动用了一座战船。这座战船由司空摘星这位半帝亲自催动，所以速度极快。战船不是很大，但空间也是不小。楚风正坐在战船的最前端闭目养神，突然一道轻柔的女子声音在楚风耳边响起：“楚风师弟，你知道这远古仙池的由来吗？”楚风睁开双眼，发现身旁正站着一位身材较好的女子。这位女子身材真的很好，修长的美腿，挺翘的酥胸，隔着裙子也能让不少男人为之心跳加快，甚至激动起来。虽然她的脸蛋谈不上多么精致，但是五官比例很好，看着让人很是舒服，尤其是那张粉嫩的小嘴，笑起来的弧度很是迷人。这名女子便是当日在李磊等人受辱，为李磊等人说话，后来云雷阁羞辱南陵弟子，又来向楚风求助的女子。经过这几日的接触，楚风已经知道这名女子叫做王薇，算是如今南陵21位优秀弟子之中与楚风关系最好的一个。王薇师姐，听你这么说，这远古仙池应该是有所由来，不如说来听听。楚风笑道：“当然可以。”王薇甜美一笑，尽显迷人本色。他先是大方地坐在了楚风身边，这才以那动听的声音说道：“远古仙池，顾名思义，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有了，这是大自然的产物，更是上天的眷顾。因为这是一处真正的修炼圣地，并且它可不是只有一座，在五之圣土的很多地方都有远古仙池。就拿这片由青木山统治的青木领域来说，就有着3座远古仙池。”王威说道：“难怪说五之圣土的修武者强者辈出，原来不仅是这里的天地能量本身就浓郁无比，上天还赐予了远古仙池这样的好东西，在这种环境下，想不变强斗呢。”想起东方海域，还有九州大陆，楚风忍不住感慨上天的不公平，因为五之圣土的确更适合修武者。楚风师弟，话可不能这么说，远古仙池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入的。虽然远古仙池每年都开放，但是我也是第一次前往远古仙池修炼。你知道为什么吗？王威问道。莫非远古仙池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入的，被人掌控了？楚风问道。聪明，远古仙池的确被人掌控了。在青木领域的3座远古仙池，除了1座被青木山掌控外，另外2座都被远古精灵所占据了。青木山所掌控的远古仙池只对核心弟子开放，外人更是想都别想。至于远古精灵所占据，虽然每年都会开启一次，但是收取的费用可是不低，5军境，每人必须交付1件王兵，而且必须是上乘的，普通货色或者中等货色都不行。5王境，每个人要交付至少10件上乘王兵。至于半地境，就算有王兵，也是不允许入内的。王威说道。竟然这么贵！听得王威的话后，楚风终于明白
为何连青木南陵这种势力，每年也只将准备送往青木山的弟子带到这远古仙池修炼一次了？因为这进入远古仙池修炼需要缴纳的费用可不低，王兵要黄袍界灵师才能炼制。虽说以青木南陵这种传承悠久的势力来说，王兵也许不算什么，但是那远古仙池的掌控者要的可不是普通的王兵，而是上乘的王兵。虽然同是王兵，但是哪怕只差细微的品质，也是不可相提并论，甚至有着天壤之别。所以相对而言，这远古精灵收取的费用还真是不低，每年都拿出几十件上乘王兵，就算青木南陵，恐怕也是付出极大。毕竟王兵在东方海域可是只有那么几件而已。但是相比于远古精灵所收取的费用，楚风更为好奇的却是远古精灵本身。于是他很是好奇的问道：“王薇师姐，这青木领域不是青木山统治的吗？怎么3座远古仙池，却有2座却是远古精灵占据的，竟比青木山这位统治者占据的还多？这远古精灵究竟是何来历？”楚风师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作为9世之一，青木山自然厉害，这是争做5之圣土都知道的事。但若真要细论，这远古精灵不但不弱于青木山，甚至还要远强于青木山。那可是远古时期便存在的强大种族，鼎盛时期，据说连3府4族都怕他们怕得不得了，就更别说一座青木山了。王威道，竟这么厉害？楚风有些吃惊。远古时期传承下来的种族，楚风真的是好奇的不得了。毕竟在东方海域，远古时期的生物全都消失了，那是当然。远古精灵真的很厉害。相传万年之前，整座5之圣土的远古仙池都是由远古精灵所统治的，并且不对任何种族和任何势力开放。那个时候，3府4族9世这些人类最顶尖的势力，都对远古仙池有着不小的想法。可是尽管知道远古仙池对小辈修炼有着莫大的作用，但一直以来却没人敢真的打远古仙池的主意。而他们顾忌的便是远古精灵这一传承自远古时期的强大种族。王威说道：“竟然这么厉害，那后来是发生了什么，才形成了如今的局面？”楚风问道。听得楚风的问话后，王威先是深吸了一口气，在他那白皙的脸颊之上泛起了一抹难以说清的情绪，这才开口说道：“因为我5之圣土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位武帝，最伟大的一位武帝。”楚风也是来了兴趣，他是一个人类，根据历史记载，他不仅是人类之中最强的武帝，更是有史以来无人超越的武帝。他觉得远古仙池虽然与远古精灵有着莫大的关联，但远古仙池毕竟是上天赐给5之圣土的，应该让5之圣土的所有生灵都享受到远古仙池的好处。于是他做了所有人想做却绝对不敢做的事，只身一人闯入了远古精灵的总部，要求远古精灵让出一部分远古仙池交给人类管理，并且远古精灵所占据的远古仙池每年也要定期开放给5之圣土的所有生灵。对于他这样无理的要求，自认为是那个时代王的远古精灵自然不会答应，所以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场大战。但是那个年代本被视为最强存在的远古精灵国王却败给了那位伟大的武帝，自此之后他便成为了那个时代公认的最强存在。最终他成功的让远古精灵放弃了一部分远古仙池，交由3府4族9世掌控，并且就连远古精灵所继续占据的远古仙池，每年也都会开启一部分，让5之圣土的所有生灵有机会进入其中修炼。话到此处，王威的语气已经开始变得激动，而这一刻楚风也终于明白，为何王威提起这位伟大的武帝后会有莫名的情绪变化。原来那种情绪变化，一种与生俱来的崇拜之情，这种崇拜之情在女孩子的身上最为明显。这样说来，这位前辈还真是为5之圣土做了一件好事。那么王威师姐，不知这位伟大的武帝前辈如今可还在世？楚风突然问道。在5之圣土，缥缈仙姑都可以通过缥缈仙锋内的力量活上近千年，武帝强者的实力胜过武王不知多少倍，那神通广大的实力配上5之圣土的手段，活上万年未必没有可能。又何况那位武帝是那样一位了不起的存在。可是谁曾想，对于楚风的问题，王威却摇了摇头道：“武帝虽强，但是寿命也终究有限。据说万年就是武帝强者的死亡线，寿命的终点，很少有武帝强者能够闯过去。想不到上天所定的界限竟然这么难以逾越，若是连那位前辈都做不到，其他武帝恐怕就更难了。”楚风不免叹息一声，那位伟大的武帝做了这样的好事，若是可以，楚风还真想目睹一下他的风采。不过现在看来，怕是没有这个机会了。虽然万年寿命是上武帝强者死亡线，很少有人能跨过去，但那位伟大的武帝却并非死于寿命的终点，他可以说是为我5之圣土而牺牲的，所以他才被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武帝。王威解释道：“为5之圣土牺牲的。”王威师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楚风好奇地问道。万年之前，5之圣土出现了一个恐怖的恶魔，那恶魔暴力无比，并且实力滔天，他自称为岩浆帝君，来自不见天日的地底深处岩浆世界，他既冲破束缚，就要奴役众生，所以他为5之圣土带来了一场堪称毁灭性的灾难。当时不只是人类势力遭到攻打，妖兽种族甚至是远古精灵都遭到了他的攻打，最主要的是竟然无人能与他抗衡，没人是他的对手。那个时代的强大武帝们，10位至少有8位都死在了那岩浆帝君的手中，各个族群各方势力都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然而就在5之圣土的众生已经近乎绝望，觉得5之圣土可能要就此毁灭之时，那位最伟大的武帝再次出场了。伟大武帝与岩浆帝君的战斗震动了整座5之圣土，但却因为二者太过强大，所以使得没有一人敢靠近围观。而震荡的天地渐渐平息下来之后，人们却再也寻找不到
那伟大武帝的踪影。同时，那岩浆帝君也是消失，再也没有出现过。直到如今，万年时间已经流逝，多少代强者出生崛起，然后由暮年死去，他们也从未再出现过。所以人们都觉得，定是他们两位在当年的一战之中同归于尽了。但是，所有五之圣土的人都不会忘记，是他拯救了我们，是他拯救了五之圣土，不止人类，就连各个种族对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感激不尽。所以，哪怕他消失这么久，远古精灵也没有违背当年的约定，一直未曾想过夺回远古仙池，甚至每年都将他们所占据的远古仙池开放。虽然收取的费用不低，但的确每年都有开放。对于远古精灵的所作所为，有人说，万年之前远古精灵是最强的势力，所以岩浆帝君着重的攻打过远古精灵，远古精灵损失最为惨重，哪怕是到如今万年过去，也没有恢复元气，根本无法与人类势力抗衡，所以才不敢夺回远古仙池。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当年损失惨重的绝对不止远古精灵一个种族，那个年代的武帝几乎都快被岩浆帝君杀绝了。远古精灵并非是惧怕人类势力，而是敬重伟大武帝，所以才遵守承诺的。但不管远古精灵究竟是怎么想的，这其中是否有所猫腻，可是那位前辈所做的贡献却是不容置疑的。他的确是我五之圣土最伟大的武帝，永远都是。说到此处，王威的脸上敬畏之色更浓，但却又掺杂着些许伤感。但是听到此处后，楚风却总觉得那位伟大的武帝似曾相识，于是他开口问道：“王威师姐，不知那位伟大的武帝叫做什么？”楚风师弟出于对他的尊重，五之圣土的人都称呼他为伟大武帝，很少有人会直接提他的名字。若是谁敢直言他的名讳，将会被人视为不敬。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他叫什么，但日后你千万不要跟别人直接提起他的名字。王威先是凝重的提醒一番，这才将那诱人的小嘴凑到楚风的耳边，低声说道：“那位伟大的武帝前辈叫做清玄天，清玄天前辈果然是他。”而听得王威的话后，楚风虽早有猜测，但仍是感到心惊。他虽知道清玄天很是厉害，却想不到在五之圣土有着这样的名声，竟被誉为是五之圣土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武帝。不过再想到东方海域的传说以及朱雀复活术所说过的话后，楚风却知道清玄天多半没死。在东方海域有一个传说，说万年之前，东方海域突然出现了一位修炼大成的岩浆之子，那岩浆之子非常可怕，想要毁掉东方海域，后来被一位强大的武帝击败。而楚风觉得东方海域的传说是真的，五之圣土的事迹也是真的。若是他猜测的没有错，事情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岩浆帝君可能就是修至大成的岩浆之子，只是给自己改了称呼。他应该的确强大的不得了，否则不能连五之圣土的人都拿他没办法。他应该是自五之圣土出现，后来与清玄天发生了大战，二人战到天昏地暗，不知怎么的战到了东方海域。五之圣土的人以为他们已经同归于尽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因为他们在东方海域应该的确再度发生了大战，否则东方海域不可能流传下这样的传说。至于结果，就是清玄天以四只神兽的力量将那岩浆帝君击败，并且将他封印了起来，这也是四只神兽肉身与神识分离后被炼制成秘籍的原因。至于那清玄天有没有死，从朱雀复活术先前所说的话来看，他多半是没有死，至少用他们的肉身将岩浆帝君击败后，清玄天还没有死。而按照朱雀复活术所说，清玄天可是非常强的，如今的他应该还活着。朱雀的原话是：他那样的男人，没有什么能置他于死地，真正的威胁唯有他自身而已。朱雀形容清玄天的这句话虽然看似狂傲，但却足以说明清玄天真的很强，至少寿命的界限暂时还无法难住他。不过很显然，就算清玄天没死，他也没有再回到五之圣土，否则五之圣土不会自那一战后连他一点消息都没有。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已经与那岩浆帝君同归于尽了，所以楚风觉得清玄天可能离开了五之圣土。至于清玄天去了哪里，那很可能是楚风的家族如今所在的地方，也就是那所谓的天外。虽然只是猜想，但是楚风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毕竟清玄天那么强，而一个人强大到一定境界后，就会追寻新的境界。他既然有能力踏入新的领域，就没理由留在此处原地踏步。当然了，这只是楚风的个人猜测，也许清玄天自那之后厌倦了纷争，在某处隐士修炼，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不管怎么说，清玄天可能没死，这是真的。但是可惜，楚风却不能告诉任何人。先不说他无凭无据，就算真的有人信了，反而会觉得他与清玄天有关系，难免会招致杀身之祸，这可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楚风决定，他必须小心行事，非迫不得已，他绝不暴露自己与清玄天有所关联，甚至不再使用秘籍。毕竟在此处，关于清玄天的记载应该更为清晰，并且人们都知道清玄天不是传说，是真实存在过的伟大武帝。万一记载了关于四只神兽的事，记载了四只神兽的形态和力量，那么楚风施展的秘籍难免会被细心之人发现，那样一来，就定然会引来天大的祸端。伟大武帝未必已死，可是就在这时，一道老者的声音突然响起，回头观望，竟是司空摘星。这座战船虽由司空摘星催动，但因为他实力强横，所以不用坐在阵眼之中，只要身在战船之上就可催动，完全不影响他做其他的事情。而这也是半地强者的强大之处，已经超出了其他修武者的很多束缚。掌教大人，您说伟大武帝可能没死，真是真的吗？听得司空摘星的话后，王威眼露喜悦，颇为激动地追问起来。伟大武帝本就是个谜，他是天赐神体，掌握着天赐神力，不仅天赋绝伦，战力更是滔天，但却没人知道伟大武帝源自哪里。
出生自哪个家族，至少当时5只圣土最强的家族都与伟大武帝无关。相传当年曾有人调查过伟大武帝的来历，那人收集了5只圣土所有天赐神体降临时所引起的天地异象，经过核对才发现，竟然没有一个天地异象符合伟大武帝所掌握的天赐神力。所以有人推断，伟大武帝根本就不是我5只圣土的人，所以他才具有5只圣土的人所不具备的力量。他可以无声无息的来，自然可以无声无息的走，所以才有人猜测伟大武帝可能没死。司空摘星道：那么伟大武帝来自哪里呢？王威追问道。对于伟大武帝的事，他真的很是上心，若是有人知道，那也就不是谜了。司空摘星微微一笑，随后说道：虽然我不知道伟大武帝来自哪里，但是我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已经到了。听得司空摘星的话后，楚风与王威都是恍然大悟，赶忙将目光投向战船的下方，发现在战船的下方出现了一座浩瀚的平原。那平原很大，可以说非常的大，不仅大还很神秘，神秘的有些美，因为在那浩瀚的平原之上竟然满是白色的雾气，那雾气太厚了，简直比云层还厚，几乎覆盖了整座平原，遮盖住了平原的真实面容。一眼望去，那不像是平原，反而像是一处仙境，当真是美不胜收，壮观无比。哪怕楚风见过不少美景，但内心也是波澜起伏，感觉心旷神怡，因为这座平原的确太大了，是真正的一望无际，比之青木南林那通天的林海还要辽阔数倍。这样无边无际的平原，满是茫茫白雾，自然很是壮观。好多人，突然有人惊呼一声，原来是知道已经抵达远古仙池所在之的，所有人都来到了船头，向下方观望起来。此刻战船飞得很低，再加上修武者视力本来就好，所以能够隐约看到在那平原外面有大量的人群正自不同的方向向平原内航去。而除了地上的行人外，天空之上也有着不少身影，有巨大的战船，也有被训为坐骑的妖兽，他们有的疾风闪电一般正在向下方飞掠，有的则是向那茫茫雾海飞去，近距离的欣赏此处美景。总之此刻出现的人数众多，初步估计此刻向那平原内赶路的人就有1000万之多，这个数量当真是惊人。这不过是冰山一角，每年远古仙池开启都至少有几亿人慕名来此，相信此刻大部分人都已经进入那茫茫雾海之中了。云雷阁的掌教说道：这么多，远古仙池所需要的费用那么高，竟然有这么多人能够拿得起吗？听得此话，人们皆是颇感震惊。哈哈，这你们可就想多了，其实远古仙池平时都是被大阵所覆盖的，莫说无法进入这平原，就连看都看不到，因为那大阵可以将这浩瀚的平原全部隐藏。这些人不过是慕名而来，想要看看远古精灵的居住之所，真正能够进入其中修炼的人不会过超过10000人。云雷阁掌教说道：近10000人吗？那岂不是将有近万把上乘王兵落入远古精灵的手中？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虽然云雷阁掌教解开了人们心中的疑惑，但是只要想到远古精灵每年将得到近万把上乘王兵，在场之人还是惊叹不已。虽说他们都是最为优秀的弟子，也都有上乘王兵在手，但那却是掌教大人在将他们送往青木山之前送给他们的礼物。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哪怕是如此优秀的他们，也少有人掌握上乘王兵，所以他们很清楚上乘王兵有多珍贵。掌教大人，那是什么？可就在这时，楚风却将目光投向了云海的深处。什么啊？顺着楚风所指的方向望去，许多弟子有些茫然，甚至是满头雾水，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有茫茫白雾，除了那白雾根本就什么都没有。楚风小友真是好眼力，如此修为竟然能够看到那个东西。这一刻，云雷阁掌教忍不住夸赞起楚风。事实上，除了他外，在场的诸位当家长老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皆是多了几分惊叹与赞赏。尤其是云雷阁的人，甚至有着难以掩饰的嫉妒。而看着自己门下的优秀弟子，身为楚风掌教的司空摘星，更是得意的哈哈大笑起来。随后才望向楚风所指的地方，说道：那个叫做远古仙针。远古仙针。听得司空摘星的话后，楚风看向茫茫雾海深处的目光则是变得凝重起来。原来在那雾海深处有着一根类似大剑又似巨针的白色物体，那东西很大，自雾海探出，直入云端。不过因为距离实在太远了，再加上颜色不是很显眼，所以常人根本无法看见，就连初级的武王也无法看见。但是楚风不同，楚风修炼过天眼，就算他不动用天眼，他的视力也是远胜过寻常武王的。远古仙针来自远古仙池，据说若是有人能够到达远古仙池最深处，就会触发这远古仙针，远古仙针便会释放出耀眼的雷电，覆盖大半个平原，很是壮观。并且据说远古仙针被不同的种族触发，它所释放的雷电颜色也是不同，远古精灵为绿色，妖兽或其他兽族为红色，若是人类触发则为金色。司空摘星解释道：这样说来，远古精灵虽然不是人类，但与妖兽也是有所不同。听闻远古精灵触发的雷电颜色不同后，楚风好奇地问道：当然，远古精灵是一个特殊的种族，他们的外貌更近于人类，但是本质与人类又有所不同，他们的寿命普遍比人类要长，据说修武的天赋也远在寻常人类之上，因为他们掌握着特殊的血脉之力。总之，远古精灵是很厉害的。相传远古时期发生过动乱，那个时代的所有种族都灭亡了，而远古精灵能存活下来，这就说明了他们的强大之处。所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种族，值得让人尊敬的种族。司空摘星解释道：原来是这样，看来这远古精灵还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种族。楚风点了点头，随后问道：不过这远古仙针究竟是怎么一个触发法？是人们进入远古仙池之后争抢远古仙针的控制权吗？谁争取到，谁就可以触发远古仙针中的雷电？不，没那么简单。想要释放远古仙针内的雷电，
就要触发远古仙针，而想要触发远古仙针，就需要到远古仙池的最深处。远古仙池内有着浓郁的天地能量，还有着特殊的力量。虽然越是向深处行去，那力量就会越强，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那种强大的力量的，并且那力量考验的不只是修为，更多的是考验一个人的毅力、耐力，还有决意和修武的天赋。所以这导致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到达远古仙池的最深处，而凡是能够到达远古仙池最深处的人，那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也正因如此，人们都觉得能够触发远古仙针，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所以每年远古仙池开启，有一部分人，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在远古仙池修炼，而是能够触发远古仙针。因为只要有谁能够触发远古仙针，就说明他是一个天赋绝佳之人，不仅仅为自己赢得了名誉，更是为整个人类带来了荣耀。不过可惜，在青木领域内，青木山掌控的远古仙池一直没人能触发远古仙针。至于远古精灵所掌控的2座远古仙池，却从来没有人类和妖兽触发过远古仙针。远古仙针每次被触发，释放的都是绿色的雷电。司空摘星解释道，也正因如此，曾有人猜测这远古仙针只会释放绿色雷电，什么人类触发会释放金色雷电，妖兽触发会释放红色雷电，这根本就是瞎掰扯淡的。毕竟至今为止，每次远古仙针被触发，释放的都是绿色雷电，甚至有人认为根本就没有触发远古仙针这一说法。远古仙针并非是由谁触发的，而是远古仙池的一种自然现象，并非人为掌控。云雷阁掌教插嘴道，是啊，假如说远古精灵具备触发远古仙针的力量，他们便每年都可以让这远古仙针释放出绿色的雷电。不过让人费解的是，远古精灵每年都会进入远古仙池，可是这座远古仙池之中的远古仙针却已经有10几年没有释放过雷电了，所以人们才觉得触发远古仙针这一说法根本就是假的，是远古精灵为了凸显他们的厉害所编织出的谎言。实际上，远古仙针释放雷电只是一种自然现象罢了。司空摘星也是点了点头，并未否认云雷阁掌教的这一说法，反而很是赞同。不管怎么说，到时候试试便知道了。对于司空摘星他们的说法，楚风倒没有太过在意，而是盯着远处那古老神秘的远古仙针，嘴角掀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楚风师弟，你该不会是打算进入远古仙池深处去触发那远古仙针吧？我劝你千万不要这样做。见楚风的反应不对，王威偷偷传音劝道：为何？楚风不解，先前掌教大人已经说过了，那远古仙池的深处能量很强，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若是承受得住也就罢，若是承受不住，轻者昏迷数日，身负重伤，重者当场毙命，爆体而亡，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几乎每年都有不少优秀的人或妖兽为了触发远古仙针，所以导致丧命于那远古仙池的深处之中。所以远古仙池还有一个名字，那就是天才墓地。王威解释道，天才墓地，这样说来就没有人能够成功的进入远古仙池深处了。楚风问道，这倒也不是，也的确有人潜入远古仙池深处又活着回来了，不过他们显然都未真正的到达最深处，只是到达了一个自己可以承受的地方后，便适可而止的停下来，开始在水中修炼罢了。至于远古精灵，他们每年也都会与我们一同进入远古仙池，并且他们也都会向深处潜入，但是他们却能够安然的出来。王威说道，他们能够做到，为何我们就不能做到？然而对于王威的话，楚风却是笑了笑，那笑容之中有着一抹倔强。